和想象中的一样啊，就又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在一个很热爱电影的地方放自己的电影是一种荣幸。反正自己挺为自己开心吧。每一次带着作品出来，当然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得心应手，就像回家一样。还蛮舒服的。这算是我第8次来了。然后第1次来的时候，我也是，刚入行没多久，也是一个年轻演员，好像也是像根熙这个年纪，21、22岁吧，对。然后我现在也变成老人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未来可期。因为我觉得我在根熙、千玺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表现没有他们那么自在，没有他们的那么的奔放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新旧演员的传承吧，所以还是挺感慨吗？也不感慨啊，也觉得这个世代的变迁还是挺变化莫测的。奖项这种东西，我说真的，我做过那么多次的评委了，其实真的奖项只要能入围，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品；不入围也不代表它是不好的作品，这些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，真的。那当然，我们自己参演的电影，我们还是希望这么多年的努力、辛苦的创作，还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奖项，那是当然。但是还是以平常心。我也做过一些评委，所以比较了解整个因为每个影展不一样。然后实际上奖项这东西它确实是充满了偶然因素，因为我们当天看电影的时间，然后看电影的人的心情都会影响到最后的评选。对于奖项我们肯定是平常心，然后我们接受所有的结果，最好的就是放映以后很多人讨论这部电影，这是我最想要得到的，然后目前已经得到了。我超想得，对，我超想得。擦肩而过，错峰了，错峰，刚好错峰，是因为那个，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儿，所以他这边那个弄完他的电影，然后他就回来，然后我就再出发，这样，对，刚好错过。因为很少有作品我在里面是可以以这样就是一种状态示人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不想说我自己的，我想说个小故事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千玺的上次来我是跟他一起来的，他就说想把掉了红毯留给作品。就昨晚上我看到的那一幕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我觉得这是他对于做演员的一种坚持，就是很正常的事，对他来说，很普通的。就是我就觉得可能有作品我能站得更稳一点，很幸运，非常幸运。像敢这么玩的导演和这样的剧本，我觉得几乎很难能遇到。对，就是缘分。因为你提到说年轻男孩可能会有一些共性或者说惯性，但这次导演完全给你突破这个年龄限制了啊，你可以演中年人了，你演爽了吗？当然是爽的，是开心的。最后结果是流畅的，对，这个就已经让我很满足了。对，过程的这个坎坷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我觉得和演员就跟这世界上有2种东西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一种就是爱情，一种就是选演员，所以这2个东西我都讲不出理由来。但是我会约演员，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看演员的本人是不是那个角色。当千玺走进来以后，我就觉得他确实很安静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，就很像我心里面的这个，当时都还不叫迷魂者，但是概念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也会跟他聊一些，因为这个角色他有很多个造型然后看他的接受度之类的，就大家很快速，在我心里面，其实一个沉默的时间花不到5分钟，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就已经完全就已经确定下来了。然后和小姐
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电影，确实是他忠实影迷，说过很多遍，但这是个事实。所以当有一个女性的角色，她在一个极度理智的情况下，她掌控着所有的东西，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觉得能邀请到她是一个很大的荣幸。马哥他在重庆在拍戏，然后这个角色我希望是一个，虽然马哥在调侃说是一个帅的，但我希望他有非常外在的一种气质，这个气质能帮助到这个角色去塑造，因为这角色他大量的时间都在一个黑暗的调子里面，所以他的表演要精确的控制。根西直觉吧，我觉得根西会把这个角色完成得很好，然后也完全超出了大家的预期。爵哥我其实比别人更了解他，虽然他很幽默很爱开玩笑，但实际上他有很多作为演员的潜能都在他的搞笑的这个表面底下，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演员。基本就是很烦他，每天都在更改，在寻找他更高的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，他一定要坚持说达到自己他说 OK 的那个点，哪怕说我们之前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说去完成那条线的时候，过2天他又有一个更高的线出来，然后大家再奔着那儿一起去努力。对，基本大的氛围都是这样的。拍完《杀青》那2天做那个片方里面的后采嘛，问我的角色各种问题什么，我说我现在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吧。导演对于创作投入那么多的一个热情跟生命力，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么优渥的一个环境，跟这么专业、这么高审美、高品质的主创们一起合作，然后大家都很透明的在交流，然后为了一个镜头可以搞个3天、5天、7天、1个月，你就会觉得身为演员，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哪怕你有很多不安，有点不知所措，但你就觉得我们大家好像在追求一个都很有热忱的一个东西吧。我讲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好了，就我自己个人杀青那天，我演了一场戏，是要在一个舞台上演讲，在讲述这个，就是感觉说啊，这个电影要结束了，讲了几个版本，不一样的版本，这样子讲那一段话，突然之间我就远远的听到一个很虚弱的声音，小姐，再看到我一点。我想这么虚弱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看到导演非常苍白的脸色，特别的虚弱，这样我觉得感觉他好像真的死撑着自己的身子，然后走到我面前来。所以其实拍这戏，虽然我们所有的演员们都好像都被折磨，但其实折磨的最严重的是他自己。对。我记得一开始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玻璃汽车，每天都在期待着那个玻璃汽车，在我想象里非常漂亮。结果到了现场发现没有了，就每天都在构建崩塌。本来是另外一首歌的，要拍的，第2天的时候是要换那首歌，又得赶紧学。但主要是这都不重要，重要是拍我的时候，我总觉得那机器总在我上面走。我说导演，这机器能不能往下？你都在我这儿，往下一点行不行啊？他看到我眼神，然后说你太胖了。然后他因为这之前拍马哥拍时间长了，他习惯了这种条儿，他突然间给方的，他就有点接受不了，就把机位升高，让我显得瘦一点。我还以为就是您的这个体型正好要，因为当跟挡上后面打架的人嘛，是导演的精致构图。原来真相是这样的，找我原来是要挡画面的。对。对，就每次我们新片出来，大家的反馈都是差不多，我觉得都在，因为信息量是过载的，特别是我们的观影习惯开始大量改变以后，我觉得和我的想象当中是一样，大家会有惊喜的地方，也会有难以理解的地方。从我的个人的角度上来讲，
我没有涉及到动摇这一说吧，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，能有各位很优秀的演员支持、主创的支持。其实我没想过别的，就是我的责任就是要把我们的电影按照我们当时大家有共识的、充满着想象力，并且能够安慰到这个世界，按照这个责任去，按照这个标准去创作的。电影拍完了以后就应该交给观众，让观众有任何权利去解读它，可以过度解读，可以完全迷失，可以对它进行各种的互动，因为观众付出了2个小时的时间。我觉得虽然在整个类型上面，每段关系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，但实际上它都充满了普世的意义。无论是千玺和幼婷那种充满着背叛，然后到和那个小姐之间那种神性，然后那关系里面，我们很难把它归纳成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，还是一个创造者和他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它介于那种关系之间。然后但是我们又能体会到它很普世的那种意义，到跟更新那种年轻人私奔，2个人就在那个夜晚他们跑了出去，然后和爵哥也没有打过照面，和爵哥的那种关系其实是如何去在一个年轻人如何反抗那种东西，反抗生活当中他最讨厌的那些他就想要一个很自由的生活，他们2个一起跳下了船。我觉得他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大家其实都会经历的关系。